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茶叶的一日三餐，我是茶叶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巧克力千层面包的做法。首先我们来制作巧克力内馅儿，准备可可粉，这个是玉米淀粉，再加上低筋面粉，将粉类的过筛。然后加入细砂糖，再倒入牛奶，再刻入1颗鸡蛋黄，将蛋黄也过筛，这样可以避免里面没有分离干净的蛋白。然后将它们混合搅拌均匀。然后准备一个不粘的平底锅，直接开中火，一边煮一边搅拌，大概持续1-2分钟，这个面糊就变成了很浓稠的样子。等到完全看不见液体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加入黄油和巧克力。黄油用的是无盐黄油，这时候将火调到最小，搅拌到巧克力融化，然后就可以关火了。用它的余温，我们继续要翻拌，翻炒到黄油和巧克力酱被吸收。现在的内馅还非常的松散，我们需要继续的翻炒。你会发现它会变得越来越松软，有光泽，而且非常顺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稍微将它放凉一会儿，然后我们来准备一张烘焙纸，放入内馅儿。将它做成一个长方形或者一个正方形，在折的时候边缘留出一些空隙，我们需要将它擀薄擀大。它的大小比较随意，因为后期我们可以通过面团来调整。然后将它翻过来，先用擀面杖擀出4边的角。动作轻柔一点，最后再用擀面杖将它推平，然后将它放进冰箱里冷藏1个小时以上，让它变凉变硬一点，更加容易操作。现在我们来制作面团，准备高筋面粉，也就是面包粉300克。将它放进面包机桶里，再准备一些可可粉，这个是细砂糖。再准备1颗鸡蛋，这里是清水，在清水里加入酵母，将它搅拌均匀，然后静置1分钟。先把酵母激活，这样面包更容易发起来。然后开启面包机搅动功能。
将它搅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再我们加入一点点食用盐。每个地方的面粉吸水量不同，如果有出现这种面包机挂壁的现象，可以稍微加上一点点的干面粉，帮助面团成团。将它揉拌到光滑之后，就可以加入黄油了。这时我们停止搅拌，让它静置10分钟，让面团得到松弛。10分钟过后，里面的黄油也得到了软化，再次启动面包机搅动功能。搅拌的黄油被面团吸收，然后再次成为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。这个面团不需要出模。然后我们来准备一个保鲜膜，倒入面团，将它密封的包裹起来，然后将它放进冰箱里冷冻30分钟。冬天的气温比较低的时候，放进冰箱里冷藏就可以了。这个目的主要是让面团来降温，也能让面团得到松弛。降温的目的主要是不要让面团产生大的气泡，如果有气泡产生，会影响到后面的分成。所以可以根据当地的气温来做调整。撒上一些干面粉防粘，然后用手按压，你将它擀成一个长条。现在这个面团不需要擀得太薄，因为我们要包入内馅儿。可以用擀面杖来修它的边，让它变成一个更加方正的长方形。在巧克力内馅没有打开之前，你先比较一下，擀好了面团的尺寸，然后再将它撕开。放在面团的中心位置，然后将两边对折，将它做到无缝隙的对接，将接口的地方稍微用手捏一下。然后再一次的擀开，这时我们准备一把刀，将两头切掉，因为这一部分的内馅分布的不是很均匀。这两边的部分也不用丢掉，将它揉成一个小餐包。然后我们再做一次3折。整形好之后，再一次将它擀长。然后我们再做一次4折。然后再一次的用保鲜膜将它密封包裹，
放进冰箱里冷冻或者是冷藏。然后我们再一次的取出面团，撒上一些干面粉防粘，用擀面杖将它擀开。然后再将它切除掉边缘的部分，这时候你能看到层次非常的清晰。然后将两侧的边也切掉，这样让它看起来更多的层次和整齐。我用到的是450克的吐司模具，将它长度是30厘米，宽是8厘米，将它分割成对半，然后再将每一片分成4半。这个面包也可以直接将它做成吐司。我在中间的地方加了一个挡板，用的普通的纸箱包裹上锡箔纸，放在中间，将它固定好。然后两边直接放入面包片。看到里面的层次没？然后我们将它盖上盖子，等待发酵，将它涨到90%满，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。现在的面团已经发酵好了，我们先把烤箱预热，放在烤箱的中层，375华氏度，190摄氏度，烤36分钟。面包烤好以后，立刻将它脱模，放在网架上放凉。现在我们来制作巧克力奶油霜。准备奶油275克，再准备一些温水，倒入1半的奶油，将它变暖。这个是开水。找一个不锈钢的盆，它导热比较快。我们倒入巧克力，将巧克力融化。加热到全部的巧克力融化以后，就可以把开水盆挪走，然后加入刚刚暖化好的淡奶油。融化的巧克力如果直接加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的淡奶油的话，就很容易让刚融化的巧克力再次结块。我们先将它搅拌均匀。然后再加入剩下的淡奶油，再一次的将它们搅拌到融合，然后用抹刀刮起边缘的部分，将它们翻拌均匀。这色奶油霜非常的顺滑，可以直接用来涂抹面包。盖上保鲜膜，将它挪进冰箱里冷藏。冷藏过后的奶油霜变得更加浓稠，特别适合用来裱花。我们稍微将它搅拌一下，
搅拌的松散，就可以将它装进裱花袋里。这时呢，面包也放凉了，我们用一根筷子在上面扎一些小孔，这样可以在里面挤入奶油。挤奶油的时候要缓缓的、慢慢的挤入奶油，如果挤的速度过快，奶油挤得过多，很容易撑破面包。这款面包即使你不做奶油酱，也是非常的好吃。最后在顶部挤上一层奶油。这款面包口感偏湿润，非常浓厚的巧克力味道。用少油少糖的方法做出千层的巧克力面包，你还喜欢吗？一次吃不完，可以将它放进冰箱里冷冻保存，想吃的时候拿到室温来软化即可。如果你对食谱有任何疑问，也请你在屏幕的下方留言区给我留言。也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茶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